哎，这是我买的一块8斤的牛肉。之前我在纪录片里发现了一款经典的德州烤肉，需要将一整块硕大的牛胸耐心的烤上43200秒钟，肉质微会像云朵般软柔，汁水微会像海浪般汹涌。唯一的难点就是找一个专业的烤炉。正好木商有一个好厉害的烤炉，我准备去借他的烤炉，然后再和盗月社一起吃掉它。根据本真人的严谨计划，如果想在晚上6点开餐，就必须凌晨4点进行第一步的牛肉处理。足足8斤重的牛前胸，售价252块，而在上海餐厅的成品烤牛胸，每100克就能卖到52块。那么问题来了，烤完这一坨肉，我能赚多少钱呢？由于烤制时间很长，为了避免牛肉被烤成肉干，需要把过薄的部分切掉，影响口感的筋膜去掉，把所有棱角切平，让肉身圆滑无比，符合空气动力学的外形，才能在烘烤的时候受热均匀。德州烧烤大师傅说，做烤肉3分靠把技，3分靠技术，还有3分靠运气。好在还没烤就有了30%的把握，因为爱吃的女孩运气不会太差。早上6点，现在我在盗月社家门口准备去烤肉。哇，时隔3年，我又来到了这里。上一次来还是烤鸭，不，烤红薯给他们吃。哪有烤鸭吃？哦，这是木商给我留的烤炉。哦，哇，好大的烤炉，比我的头还大。现在是6点过10分，我们开始生火了。放引燃块、白果木炭加干燥的白橡木，增添烟熏的风味；撒泡过水的橡木片，增加额外的香气。教程里说，用嘴吹一吹能够帮助燃烧。你这点小风怎么会有变化呢？我煽点影视飓风怎么样？在等待温度攀升的时间里，就来给牛肉调个味儿。先抹一层黄芥末面霜作为粘合剂，再撒盐和黑胡椒，像散粉定妆一般轻轻拍打，按压紧实。而侧面再用掌心作为粉扑，压上去，啪均匀，然后进行第4步的低温慢烤。所谓低温，并不是一直低温，而是在低温的区间里控制温度，反复烘调，令脂肪融化，令肉质嫩滑，令汁水爆炸。你听懂了吗？然而温度一旦过高，就要关闭通风口，减少空气的流通；一旦温度太低，又要打开通风口，坐等温度的攀升。为了防止过度干燥，每2小时还要喷上一点兑了水的苹果醋。尤其这种肉眼可见已经烤干了的部位，要多喷几下。上午11点，哎呀，炉子的主人来了。几点能吃上？4、5点就能吃上啊！比计划中早了10个小时呢。啥？因为按照正常的那个常理讲，不得要翻车是吧？翻一次。No， 不用啊。我已经不是3年前的我了。就吃饭的时候我教你哈。OK，拜拜。下午1点。现在肉好软啊！烤了6个小时的肉，明显的软嫩可口。赶紧喷上苹果醋，裹上锡纸，锁住内部的汁水，待炉内温度升到160度，再烤2个小时。最后要把炉温降至120度，继续慢烤，直到肉心的温度达到85到90度。这么快就98度了？现在拿出来了。好烫！因为我网购的这块肉并不是很厚，所以出炉的时间比原计划略早，肉心的温度也比预计的略高。第一次做这个烤肉，我也没有什么经验，也不知道最后的成品能不能让盗月社惊艳。包2个土豆，万一没做好，盗月社还可以吃土豆。好紧张啊！杭州你还没看呢？我没看哦，但是哇，还有汁水。哇，这个汤汁好香，可以留着。咱们先切一小块看一下，把那边角料切下来，喂给那个木上。啊，这会儿看着老柴了，赶上猪排。我已经不是3年前的我了。哎呀，咱们中间看看吧，要不？中间看一下。看看它要有那个烟熏环。看看。哦，黄
完了吗？这里还可以。有吗？快点，拍摄，快点。有的，有的，有。哎呦，真不错。这边可以的，这边可以的。那个侧面的我吃啊，这个给刀叶社吃。啊不，外皮焦黑一坨，中心粉嫩软柔，抚摸热气烫手，挤压肉汁横流。这款牛胸肉非常的精瘦，最适合我们爱运动的舍友。吃上，真吃上。这个时候就要拿出我提前用牛仔边角番茄酱、黄糖、蒜瓣、辣椒、苹果醋做成的绵羊烧烤小酱汁儿。噔噔，大功告成，摆盘上桌。哎呀，已经闻到味儿了，也是吃上了啊，也是能吃上了。这样要是发不太可惜了。照片已经给他发过去了，他说这看着真好吃，真想吃。有点担心，害怕绵羊抢了木上在我们心里的地位。吃了吃了。这个软，这个好吃，它都已经是很有弹性的那种软的感觉，口感软。这个脂肪，这个3年前讨厌，这个3年后烤肉，这个肥瘦相间，这个这种嚼劲的，对，这个大家吃饭，全靠不香。大家。这个肉呢，这个非常的绵软，肥瘦相间，汁水十足。吃下去感觉有一千头牛从我胸前踏过，要把我踩扁。哇！烤肉的汁香四溢，能迅速的聚集人气，原本安静的房间里回荡起了欢声和笑语。每一缕烟熏的香气都是话题的催化剂，每一滴晶莹的油脂都是社交的润滑剂。3年的时间匆匆逝去，相信你们和我们一样，在这3年里享受过热闹的相聚，也承受过无声的别离，收获过顺利时的得意，也体会过失落时的委屈。但即便遭受打击，也会坚定前行，因为我们都相信今朝有肉今朝醉 ，Tomorrow will be a better day。那个老师说，第一次做这个牛胸肉，千万不要喊一大群朋友来吃，要喊自己的家人或者是比较亲近的人。为啥呀？因为第一次很容易失败，他们不会嫌弃你。我们终究还是做了这样的一群亲人和朋友，对吧？当然是。绵羊在这儿烤了12小时，最后只给我吃这个青菜。来，别客气，别客气。你看，别客气啊。绵羊每次来都只是留这些给我吃，把这个肉汁儿挡上。